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没见了。因为最近家里有些变化，所以好久没有出来旅游了。这次我们入住了敦煌碧月酒店。这个酒店只有25间客房，每间客房都有自己的特点。基础房型的房价是4500人民币一晚，然后它的房间号也非常有意思，是用敦煌莫高窟的一些窟号来命名的。像我这次的159号房间就是莫高窟的159号洞窟，房牌也是用壁画的一个局部图案做成的。酒店距离敦煌市区大概有20分钟的车程，到机场大概需要40多分钟。但是酒店对所有的住宿客人都提供了免费的接送机，然后到之后就会有工作人员在门口准备好，帮你把行李提进去。大厅基本上算得上是极简风格了，但是装饰了不少现代艺术品，显得空间里面充实了不少。在这个大厅外面就是酒店的中庭，也是酒店被拍了最多照片的地方。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淡季，我们入住的这2间是一组其他客人也没见到。到了晚上，这个中庭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在落日的时候，工作人员会把这边的所有蜡烛全点亮。这堵墙叫做千灯墙，虽然没有这么多的蜡烛，但是我简单数了一下，100多个还是有的。办理完入住之后，就有工作人员把我们领到了房间，然后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一路上的各种收藏品，据说好多也都是业主自己准备的。觉得有一点用力过猛，保持一个更极简空旷的感觉，我觉得更能体现出沙漠的主题。我们这个房间是159号，这个酒店的所有房间编号都是莫高窟的东号，然后也算是当地的文化特色吧。一进门以后是睡衣和拖鞋，非常贴心的给准备了2种，一种是那个免费的户外拖鞋，如果去沙漠的话可以穿这个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室内酒店穿的了。然后睡衣也不是普通的棉睡衣，看上去有点像是亚麻的质感。然后我这个房间的特点，因为是池畔房，它就有一个露天的浴缸。过了浴缸，后面就是客厅和卧室了，是合在一起的一个小套房。这个床也超级的大，大概有2.2米到2.5米，2个人睡的话是绰绰有余的。在这个大床边上就是我这个房间的庭院了。这个庭院虽然很大，但并没有什么东西，只有一个衣架和2把沙滩椅。欢迎饮品和一些小食，像葡萄干、杏仁，简单的水果，2瓶气泡水。还有一封这个高级酒店必备的欢迎信，但这个看上去因为是印刷的，而且也不是写你名字的定制欢迎信，就感觉还是要档次略低一些。酒店的活动一览表，它基本每天会有3项不同的活动，像周一的话是慢跑、写经和骑行，8月的话会有葡萄园采摘，然后还有一个日出日落野餐，会开50分钟车把你拉到沙漠中间去。是3000位，西域火锅是1588位。这个袋子和玩偶是酒店给的入住礼物这个袋子因为空隙比较大，你可以把东西放在里面，这样的话沙子也会漏出去。还给了一个呆萌的乐透玩偶，蓬蓬的毛还蛮可爱的。但是这个房间是没有我们同龄人升级到的庭院套房要好的，那个庭院套房有一个开放式庭院，然后中间有篝火。在落日之后，酒店工作人员会帮你把篝火点上，可以和朋友一起围着篝火来喝点酒，再聊聊天。收拾了一下，就准备去酒店和屋顶花园转一转了。每天下午酒店的 Happy Hour 会提供简单的茶点。我感觉这个酒吧也是想追求一下西域风格，但是这么一装饰下来的话，感觉看不出是酒吧的属性了。这边下午茶的茶点都是手工制作的，大概有6、7种，感觉还是蛮用心的。但是淡季的客人这么少，最后这些东西不知道会不会有点浪费。另外一个小问题是，酒吧的这个 Happy Hour 好像没有提供免费的酒水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果问工作人员呢可以单点，但是摆是没有摆出来的。在这个下午茶里面，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个枣糕。屋顶花园就在酒吧的边上，出门走一个楼梯就可以到。如果天好的话，在这上面坐就行。今天呢，感觉就是风沙有点大。在屋顶花园上就能看见这个葡萄地的全景了，但因为我们4月来，这葡萄还没开始发芽，所以看上去光秃秃的。这个远处的月牙泉，然后整个40公里全是鸣沙山。那从这儿大家也能看到，这个酒店在的位置基本是一个村里，离敦煌市区还是蛮远的，但是清静是真清静。花园另外一侧就是酒店的全景，然后我的房间大概在那个位置。注意。
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一说的设施是一个叫新手的冥修室，会有冥想课，有老师过来带大家一起冥想，但平时也可以自己进来歇一会儿。地方真是非常不错，而且整个房间超级的安静。酒店不大，25间客房就只配了1个餐厅，同时提供早晚餐。晚餐是自己付费的，我们住的那晚里面只有我们1桌客人。个人感觉酒店的饭菜做的还是不错的，属于精致中餐，结合了当地的食材和饮食特色，价格当然是不便宜了，我们4个人大概吃了1200多。不过最可惜的还是因为天气原因，我们没有去盛沙漠晚餐。然后早餐在这边是自助加点餐的形式，都是免费的。自助是中式早餐，点餐的话有牛面和美式早餐。实话实说，这个早餐出品一般吧，比起真正的顶级酒店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不过因为早餐本来就是免费提供的，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吧。退房的时候还给了一个用莫高窟同款黄土做的12生肖冰箱贴，画面也来自于敦煌壁画，这个感觉就非常的用心。那么大家看完之后觉得这个酒店4000一晚值不值呢？